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強碰撞，趙麗穎、劉昊然首度合作，懸疑新劇踩中行業風口破鏡，解鎖懸疑新題材。趙麗穎和劉昊然要演一對離了婚的夫妻，這消息前幾天一冒出來，熱搜直接炸了。一個是在國產劇圈摸爬滾打十幾年的85花頂流，一個是自帶少年感濾鏡的演技派小生，倆人擱一塊兒演懸疑劇，還上來就是離異夫妻聯手破案。網友第一反應基本分兩波，一波說這組合新鮮，想看；另一波直擺手，說他倆氣質壓根不在一個頻道上。能演出婚姻破碎那種又恨又放不下的拉扯感嗎？但說實在的，今天咱們不急着磕 CP， 也不急着唱衰。比起操心他倆有沒有火花，我更想聊一個被很多人忽略的事兒。你們發現沒有，2026年走到現在，懸疑劇的玩法變了。前幾年一說懸疑劇，觀眾腦子裡蹦出來的就是碎屍現場、刑警隊開會、法醫報告，再來個高智商反社會人格兇手，全員硬核推理。但今年暑期檔的情況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。現代刑偵不再是獨一家的大佬，社會派、年代民俗、輕量化推理，好幾條路線同時跑出來了。圈子裡有個說法叫去硬核化，翻譯成大白話就是懸疑劇不拼誰的死法更離奇了。開始拼誰更會講人的故事。你翻翻今年幾部有點聲響的懸疑劇就能看出門道。郭京飛和任素汐的迷牆，講的是一對窩囊廢夫妻在凶宅牆裡砸出來3000萬，是福是禍全來了，透着一股黑色幽默，又喪又接地氣。王珞丹和黃宗澤的《暗戀者的救贖》，表面上是豪門貴婦嫁了個完美丈夫，結果發現枕邊人很可能就是當年兇案的真兇，7年婚姻從頭到尾是一場精神控制。還有一部《昨夜將至》，開播勢頭非常猛，上線24小時播放量就過億了。發現規律了嗎？前幾年懸疑劇裡的夫妻關係，頂多是破案的背景板，或者受害者家屬的固定身份。現在倒好，婚姻本身成案發現場了。破鏡選在這個時間點出來，說他要講一對已經辦了離婚手續的夫妻，因為一樁離奇刑案被迫重新湊到一塊兒。明面上追查兇手，暗地裡兩個人過去婚姻裡那些沒拆穿的謊言、沒解開的疙瘩，全被案子給翻了出來。這個設定放在今年，可以說是精準踩在了行業轉向的節骨眼上。但踩上風口就一定能飛起來嗎？真不一定，因為這條路看着新，前面其實已經有人摔過跟頭了，而且摔得挺疼。咱們就地說說剛收官沒多久的那部《昨夜將至》。這劇開局確實漂亮，全員惡人，夫妻倆各有各的黑歷史。老婆以前幹過陪酒，老公學生時代幫富二代幹過髒活，倆人都拼命想掩蓋不堪的過去，一上來就把婚姻裡的隱瞞和試探擺到了台面上，節奏快，衝突狠，觀眾直呼過癮。可結果呢？豆瓣評分最後就掛在6.1分，勉強及格。問題出在哪兒？4個字就能說透：虎頭蛇尾。前期有多驚豔，後期就有多洩氣。很多人批評他犯了國產懸疑劇的老毛病，貪多嚼不爛，又想學短劇那種1集3個反轉的快節奏，又想蹭社會派的熱度，聊底層女性掙扎，聊個人身份認同。結果哪個都沒聊透。為了製造衝突，人物行為前後打架，一個前期壞得流油的配角，突然得了絕症就開始強行洗白，哭哭啼啼托付孩子，轉折硬得讓人硌牙。最後幾集為了讓所有人都有個交代，連反派的智商都給強行下線了。網友評價特別毒但也特別準，說這劇像是把幾部熱門懸疑的爆款橋段拼在一起。
看着熱鬧，仔細一琢磨，全是編劇的異想大雜燴。這就是破鏡接下來要面對的真正考題。你別看趙麗穎演過懸疑題材，能拿捏複雜女性角色，劉昊然也演過好幾部懸疑向作品，有底子在那兒。但倆人以前都沒碰過離異夫妻這種生活質感拉滿的角色。趙麗穎過往的角色大多是經歷過生活打磨不假，但離異妻子那種表面冷靜克制，內裡全是暗流的微妙勁兒，跟單親媽媽或者職場女強人完全是兩碼事。劉昊然就更不用說了，少年感是他的標籤，也是他的包袱。觀眾已經習慣看他演意氣風發的年輕人，這次突然要挑戰一個被婚姻沒過的成熟男性，能不能讓人信服的打個問號？這倆人的組合放在一塊兒，看點其實不是誰更會演懸疑，而是他們能不能撐起離異夫妻這4個字的分量。換句話說，當下懸疑劇最缺的能力，不是什麼燒腦反轉，而是讓演員本身的可信度成為現實感的落點。觀眾的相信這倆人以前真睡過一張床，真吵過架，真攢夠了失望才去民政局蓋了章，然後再看他們因為案子被迫重新面對彼此時，那種尷尬、試探、不甘心，才會有代入感。昨夜將至的前車之鑑擺在那兒，已經給所有想走這條路的劇集敲了警鐘。懸疑加情感的雙線並進，考驗的根本不是設定有多新鮮，而是編劇能不能讓兩條線都不失真。婚姻裡的秘密累積過程，寫出來的跟案件推理一樣環環相扣，每一個謊言都得有來由，每一條裂縫都得有伏筆，而不是為了製造衝突硬往上堆狗血。同時破案那條線也得經得起推敲，不能為了給感情戲讓路就草草收場，隨便抓個人頂罪。如果破鏡只是把離異夫妻當個宣傳噱頭，骨子裡還是在那生硬的堆熱點議題，原生家庭、女性困境、階層對立全往裡塞，為了反轉而反轉，那他很可能就是下一個昨夜將至。豆瓣6分鍵，開播熱鬧一陣子，播完沒人再提。但如果他真的沉下心，把人心裡那些彎彎繞繞寫透了，讓婚姻暗線和案件明線在邏輯密度和情感真實度上打個平手，那他或許就是懸疑劇走下神壇之後真正能落在地上的那部標杆。說白了，觀眾現在已經不好糊弄了。2026年走到現在，大家早就不滿足於看個熱鬧，圖個刺激。敘事的嚴密性和表達的深度重新成了硬指標。一部劇光有立意遠遠不夠，能不能把立意落到實處，才是真正見真章的地方。當懸疑劇集體從神壇上走下來，扎進日常生活裡，誰能在不硬核的賽道上做到不懸浮，誰就是這場類型轉向裡真正的贏家。看完了昨夜將至摔的這一跤，再回頭看趙麗穎和劉昊然的破鏡，你心裡是更期待了，還是更打鼓了？你是想看他倆聯手破案的智商對決，還是更想看他倆互飆演技，把婚姻那層遮羞布撕碎了給人看？來評論區聊聊。